在之前的视频中提到过疆界，上帝为人设立了地理上的疆界，而圣经呢也启示我们，在这地理的疆界的背后，也存在着属灵的疆界，体现在特定的属灵氛围。马太福音的第8章呢，讲述了一个耶稣赶鬼的故事，同时呢也讲述当地人呢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这里暗示呢，他们不欢迎耶稣。虽然一个人对信仰的态度是受个人的理念决定的，但同时呢，也受当地的文化氛围所影响。这种氛围呢，就是属灵世界的深层根源。因为那鬼的名字叫群，意思是数目众多，而英文呢使用的是 legion， 这是罗马军团的称呼。再一个呢，是这群鬼不愿意离开那个地方，这使人感受到，在这事件的背后呢，那些灵与这些生活在当地的人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微妙的关系。每一个民族呢有自己特有的文化，甚至每个地域的族群也会带有某种特定的属灵氛围，这与他们所信的所拜的有关。人那种习俗呢也会吸引相应的灵前来栖息。比如美国的原住民区印第安人呢喜欢巫术，就会吸引和巫术有关的灵，而南亚地区的人呢喜爱在庙里烧香。按理说呢，只有交鬼和占卜的呢是人和那些灵直接打交道的，而偶像崇拜呢好像不是。然而灵界对人的影响呢却是多方面的，也是潜移默化的，有的甚至是在人察觉之外的。比如圣经说人的犯罪，人犯罪的动机呢来自自己，但同时呢也存在着灵界的影响。比如犹大卖耶稣的时候，圣经说撒旦进入了他的心。然而这并不是像耶稣赶鬼的那种所谓的被鬼附体，而是来自撒旦的理念他接受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一个标志性事件，那就是攻陷耶利哥城。耶利哥城呢非常的坚固，它有双层的城墙。根据考古学家所发现的耶利哥的遗址来看，那个城的历史十分的悠久。圣经呢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攻陷耶利哥的关键呢是城墙倒塌。所以我们以为攻打耶利哥呢，唯一需要的就是在那关键的时刻，上帝使用超自然的力量将城墙震塌，剩下的就是以色列人的人海战术。我想真实的情况远非这样的简单。我们看到经文的描述呢非常的简单，就说个人往前直上将城攻取。上帝既然能够通过使城墙倒塌来帮助以色列人，而城墙呢并不是唯一的障碍，最大的障碍是那些守城的勇士，他们并非是待宰的羔羊。耶稣呢讲过一个比喻，说有一个壮士呢看守自己的家园，别人抢不了他的财产，只有另一个比他更强的人来到，胜了这个人，将他捆绑，才能抢夺他的财产。虽然这个比喻是针对那个赶鬼的故事，但同时也在暗示那个耶利哥城的背后存在着看不见的势力。虽然那个势力不是以附体的方式存在于耶利哥，但由于那个城的历史很悠久，透过属灵氛围的影响，那里的居民的心态已经被改变。何西阿书的第2章有这样的话，因为他说，我要随从我所爱的，我的饼、水、羊毛、麻油、酒都是他给的。人们将上帝所赐的五谷、新酒和油呢，归为他们所拜的偶像所赐的，这是一种愚昧。这也说明人的心态在特定的氛围中是会逐渐改变的。我也想到，在无神论的氛围之中，人特有的思维方式会逐渐成为一种固定的模式而不自知，这也是属灵氛围。耶稣说，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所以世界就恨你们。因为世界呢有自己的属灵氛围，所以这里的世界已经不再是物质的世界，已经成为一种势力，是与上帝为敌的势力。对于攻打耶利哥的以色列人来说，他们只知道作战，如果上帝不在属灵层面上帮助他们，他们仍然无法取胜。在之后的爱城之战就可以看到这一点。
在攻打耶利哥城的这个故事的开始呢，有一个插曲，就是在开战之前呢，约书亚呢遇到一位神人。经文是说，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呢随即问他说：“你是来帮助我们的，还是帮助我们敌人的？”那个人说：“不是的，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我们看到那个人并不是来帮助的，他也不是来替代约书亚领导以色列人，而是要统管整个属灵世界的征战。这话的引申意义呢，就是他也统管天使，就是与耶利哥背后的灵在作战。然而当以色列人在攻陷耶利哥城之后，攻打爱城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城的人却是奋勇作战，以至于以色列人在战争中逃跑，甚至被杀。因为爱城的属灵世界里边的壮士呢，没有遇到天使的攻击，更没有被捆绑。我甚至认为那里的灵呢，已经看到上帝根本就没有与以色列人同在。为什么这么说呢？马太福音中有一段是耶稣的门徒赶鬼不成功的故事。耶稣说他们是小信，可见因为人的小信呢，上帝的灵没有运作。那在灵界的鬼是完全能看到的。撒母耳记上的第4章呢，有另外一个故事。当时的以色列人与非利士人作战，那次战斗中呢，以色列人同样没有上帝的同在。但是为了威慑非利士人，他们擅自将上帝的约柜抬到战场上。但我们看到那个时候的属灵氛围并没有让非利士人害怕，却是鼓励他们英勇作战。经文是这样说的：非利士人呐，你们要刚强，要做大丈夫，免得做希伯来人的奴仆，如同他们做你们的奴仆一样。你们要做大丈夫，与他们征战。我们不知道耶利哥城背后的那个壮士是被捆绑了，还是被驱离了。总之那位拿刀的大能天使做了最关键的事，只是我们看不到。圣经中呢，讲说大卫与拔示巴发生奸情的故事。我们看到这里描述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氛围。经文是这样描述的：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是一种无事可做的氛围。这种氛围呢，是使人放松，使人将一切的理智警觉都抛到脑后。而这样的氛围之中呢，诱惑出现了，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在圣经中，这种诱惑人的氛围呢，成为人的陷阱。不仅仅有大卫，还有参孙。大卫的失败呢，可以看作偶然，因为那仅仅是他当时的一个决定；而参孙的失败呢，则是他长期将自己放在这种陷阱的氛围之中，所以他的陷落就是必然的事。圣经中还有一种氛围呢，不是诱惑人的，而是强迫人的。在以色列王亚哈的年代，他娶了西顿拜偶像的耶洗别。更为严峻的问题是，他对属灵氛围毫无兴趣。他不明白随意的让那些邪恶的灵进到这片土地上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然而上帝的准许这样的事发生，甚至也准许这种境况持续相当长的时间，是为了试炼信徒的信心。这就像当年中国经历的红色年代，即使在那种严峻的无神论的光景之下，上帝也仍然没有丢弃那些信徒。分享一个二战的故事。在二战初期呢，当时有40个师的英法联军呢，被强大的德国军团压缩在只有8公里长的敦刻尔克海滨。那也是一个特别的氛围。有部电影叫《最黑暗时刻》，英文就是《Darkest Hour》，那就是描写当时英国政府所经历的那段黑暗的时期。虽然那个时候军队还在，并没有被消灭，但那种恐惧，那种绝望，却足以使人崩溃。这就是属灵世界的攻击。提摩太后书的1章7节有这样的话：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忍耐、谨守的心。这个意思是说，恐惧、胆怯的心，那都是从仇敌而来的。那种属灵氛围带给人的就是恐惧，强迫人放弃自己的信念。电影中的丘吉尔反复地说的一句话就是 "Fight to end"， 意思是战斗到底。
当时反对他的人曾质问他：什么叫到底？是我们的人都要死掉吗？你是拿人民的性命下注吗？其实在那种情况下，无论人怎样的决定，谁都没有足够使人信服的证据。此时此刻呢，任何理性的理由呢，都不能使人相信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如何得胜的，只有信心。所以丘吉尔说的 "Fight to end" 是一种决心，是能够战胜恐惧的信念。分享自己以前的一个经历，那是多年前呢，曾经与一家公司发生了商业的纠纷，然而那家公司的态度蛮横，得到的回复呢都是拒绝。也曾经找过政府的相关部门、律师等等，得到的答复呢是他们也没有办法，他们甚至知道这些人是在钻法律的空子。虽然上帝没有应许我任何的结果，然而这一切的事情发生之前的6个月，他就已经启示给我应对的方法。上帝这种超越时间的启示对我特别有鼓励，一个是足以使人信服，一个是说明他早就知道要发生什么，以及事情会怎样发展。不过上帝的解决方式却与人的建议是完全相反的。人的建议是以逻辑为基础的，往往是通过妥协来降低自己的恐惧。圣经说人的罪性之一呢，就是体贴肉体。这个肉体不仅仅是指身体，也是指属于自己的利益。而那家公司呢，早就看到这一点，并以此来威胁我。那是一种强迫性的属灵氛围，就是强迫人去妥协，去接受现状，而放弃抗争。而上帝的道路呢，要求人只有在胜过恐惧的情况下，才能走那条路。那是要求自己不再扮演受害者，并要突破那个属灵氛围，那就是征战。有句话说得很好，就是我们跪下的时候呢，并不意味着征战结束了，反而是刚刚开始。像那场耶利哥的战斗，在看得见的世界上的征战，预示着在那看不见的世界同样有征战。跪下的意思就是透过祷告求上帝捆绑那隐藏在背后的壮士。圣经提到了属灵的征战，然而在教会里却从来没有把这个真正当作征战来讲解。然而所听到的呢，常常是用爱仇敌来遮盖那征战的锋芒。试想，如果自己是一名战场上的士兵，没有人担保你自己的安全，而唯一能战胜恐惧的只有信念和意志，而非权衡得失的理性。所以丘吉尔的那句话 Fight to the end 对我有很大的鼓励，那才是真正的征战的心态。那样的心态使我走过了那段日子，也使我在征战中得胜。